那我们今天画一个包菜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呢？首先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吧，底色每次还是都需要用到的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底色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3绿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底色把它调均匀。底色也是不管什么颜色都要调均匀，底色也要调均匀啊。调完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要用的颜色挤出来，这个藤黄，还有这个猪标。还有这个大红胭脂。那我们底色调稀一点吧，我再加点水进来。我们既然用了这鲜艳的颜色，那鲜艳的颜色我们把底色可以调稀一点，底色不用那么干哈。就我们用的颜色，想把它颜色化鲜艳，颜料多一点的时候，你们底色就少一点点哈。底色不是少一点，是稀一点点。当我们画这种浅色的时候，你就把底色调深一点点。那现在我们的底色很浅，那么这朵花是什么颜色？就是每个人调出来可能都不一样。那么这4种颜色的话，我们首先来调这个藤黄。花头上方会浅一点，所以得用底色。是的，就是总要有一个虚的地方嘛，就一朵花里面要有一个虚的地方，所以还是要用到一些底色的。来，我们首先调色，把这个藤黄调到笔的1/2的地方，一定要调均匀哈，每一个颜色都要调均匀。然后再调这个猪标，调点大红。首先我们这个颜色其实不应该要这个底色，我们不要底色会更加鲜艳鲜亮。就是我们画深色一点的地方就不要底色，浅一点的地方我们就要用底色。好，我们任意找一个地方来画这个花头啊。这个花头我们画一个包菜形的，那包菜形的我们给大家讲过很多次，我们从3个中间的一块包起来的，我们可以用从3个方向或者是4个方向往里包哈。这里往里包，这里往里包，往4个方向往里包啊。那么首先我们画一下这个上面这一块啊，上面这一块往里包的这个花瓣，那这个花瓣你可以无限延伸哈，你可以延伸再大，你可以用点的方式，可以点大一点点，或者是你直接这么小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再来加层次的时候，来从这里可以给它加层次，来加层次的时候，这个花也可以加长啊，这个花瓣也可以加长。好，画这种包菜形的，你们也可以很快，也可以很慢。很快的时候，你可以画的比较随意一点点，那是到你以后画熟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还是刚开始学的家人们，你们还是一步步的，还是慢慢的把它画好啊，把它的结构先找对嘛。你在学的过程中，你首先把它结构搞清楚，是吧？好，一层层的包啊。好，这个是这一部分，那这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再多一点点层次，笔尖沾一点点颜色，那我们这里再来一个小小的层次，小小的层次你就画小一点点啊，画小一点点。
笔尖再蘸一点点大红色，然后这里再大一点点哈，大一点点，一笔笔的往上堆哈，一笔笔的往上，这个层次就是一层层的往上叠。但是层次的话，我们往上叠层次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变化，不要把每一层都画成一样的，不要画成鱼鳞状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啊。那这里来一层，这里小一层。好，我们画包菜形的这一边我们可以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一侧的，这一侧往里包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一侧的，这一侧这个是左上往右下，那现在我们是左下往右上这一个方向。好，来补充颜色，还是先调藤黄，然后调朱标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色。我们画下面这一些可以红一点点，可以调红一点点。来，这一块的这个花瓣怎么画？那也可以画这种窄一点的、长一点的到这个地方啊。那可以直接这么画过来。然后这边它里面还可以再加层次。哎，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一笔没有？看到这一笔没有？颜色没有调均匀。你看我在画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颜色没有调均匀。当然，一朵花里面有少数地方没有均匀也是没有关系的啊，大家不用太纠结。当你有一笔没有画均匀的话，你们也不用去纠结它，没有均匀就没有均匀，在一朵花里面有一点点这种概率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叠加这个层次，好，叠加这个层次。来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。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花瓣还可以再来一个，来，笔尖补充点深色，继续这个花瓣继续往这边包。来，这里会有这种感觉，这些花瓣有这种穿插叠加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。笔尖蘸一点点大红色，让它红一点哈。这一个花瓣我们再红一点，尽量不要去复笔啊，复笔太多的这个花瓣会显得这个颜色不均匀。就有些家人可能因为复笔太多了，它也会显得不均匀。那我们现在画的是不是有点长？即使有点长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的花型刚开始你就大胆的去画吧，最后你再去收拾它，好，我们加一点点水，或者是底色，你想加底色也可以。加点水之后，还是一样，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调这个朱标，每一种颜色都要均匀的调在笔肚上去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。我们这一块已经画了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说一定画完这里就要画这里，我们不画这里，我们可以画上面也行啊，画中间也行啊。我们从中间开始，从这一边开始。就是我们画每一朵花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想着每一次都是按照一样的套路去画。等下有些人说，哎，你这个每个都是一样的去画，难道你不会其他的画吗？就是其他你可以其他的种，你像这样子画，你从这里画也可以啊。来，我们这个往里包，就是每一个花，即使是包菜型的，我们也要让它包的不一样，好吧？让它包的不一样。来，这些往里包哈，往里包。往里包，
啊，这些小小的花瓣一直往里包，那就3个块面就可以了。这朵花，你看分3个块，1块、2块、3块就把它包完。我们刚刚说分3块或者是分4块来包，那有些花我们可以分3块就可以把它包完了，是吧？这个花瓣包起来，这个有大有小啊。那么可以是从这里再出来一个。要有变化啊，有变化，不要太花都是长一样的，就是每一朵花，所以我们要多写生，写生是对于你们的画画的这种基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啊？像这个缺口这里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去加一些这个花瓣？加一些小的碎花瓣也可以啊。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首先我们调藤黄、朱标，然后大红色。笔尖可以沾一丁点胭脂啊，你想画深一点，可以沾一丁点胭脂进来。来，这里来一个小的。来，这里再来一层。对，来一层，就不要让它太平了，有一点点就是跳出来的东西，就不要画的整个画面都是平的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，这都是画侧瓣啊。侧瓣我们在讲这个侧瓣的时候都有给大家示范，这个侧瓣大家都会画吗？这种侧面的花瓣大家都会画吗？会吗？会不会？好，我们这个基本上你看到这里，基本上这个包起来是不是已经可以了？但是也不一定可以哈。我们现在加一点点水，我们可以在外面再加一些层次。如果你笔尖上这个深色的太深了，你可以在废纸上把它沾掉一点点。继续，你包到这里也可以。那我们想再延伸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我们外面再加一些层次进来，外面再来包一些。那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地方颜色没有调均匀，就是在我画的时候也经常会没有调均匀啊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啦，调色要仔细啦。好，这个包起来啊，这个包菜型的就很精致了。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花的这个结构，就是多去写生，多了解，就要做到心中有花。好，这里再继续来包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层，不需要了哈，就这么多。这里再来一个吧，这里再来一个就差不多了，就这么多吧。那包起来的，我们该包起来就是中间的包起来的，然后后面我们再加一些跳出来的。哎，这里有一点点平了，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小的啊，就打破一下它这2个，这3个，看一下嘛，这3个的距离有点类似，我们把它打破一下，这里再加一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充里面的正瓣。我们现在调颜色来补充里面的正瓣，补充正瓣。大红还有胭脂，我们补充正瓣的时候，笔尖沾一点点胭脂啊，来补充。
这个颜色其实调深一点，它也是蛮好看的。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笔尖加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缺口里面补正半。这个大家都会了吧？这个补正半大家都会了吗？我们这2天一直在讲哈，这个补正半，这个属于一个基础的这一块，会不会？大家都会不会？补正半的这一块大家都会吗？好，这个补充一个，会不会？好，这也补充正半。好，来补充这些正半啊。这个颜色调深一点，它真的是蛮好看的嘞。好，这些细的地方我们就细心一点点的把它补上。来，这些缝隙里面直接补上，这里补上一个正半。笔尖补充胭脂啊，笔尖要补充胭脂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补充这些，我们都要补充这个正半。好，来补上。
然后我们直接又过来，让它又多一层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，就让它层次显得更加多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加多。那么补起来这些该补的、该填的这些空，我们都填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就要画这种展开、往外展开的花瓣啊，往外展开。那么可以先找一个地方先展开一个大的花瓣。那要展开大的花瓣，我们的笔上的这个，哇，这里怎么来了一点绿色？这是从哪里来的？然后笔上的水分要够多、够饱满，然后调色。呀，这里有胭脂啊。有胭脂在笔尖上，本来遇到这种情况下，你们的这个笔上的这个胭脂要先在废纸上沾掉一点点啊，再去调，再调一点这个珠标。现在我们调色的时候，就把整个笔肚都调满颜色，因为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，大花瓣要整个笔肚都沾饱颜色，笔尖沾一丁点胭脂，一定要颜色够饱满。来，直接来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哈。来，这个大花瓣够大。来，我们让它慢慢点，一笔一笔的点。这边上我们来点，点出一个大花瓣，点出一个大花瓣。根部的地方我们加一点深的，根部的地方让它是更深的。好，我们这里直接来了一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笔上补充一点水分。你看一个大花瓣，这个水分基本上把它用完了，没有了，我们就得补上一点水分啊。补上一点水分，我们继续再调色，还是先调这个藤黄。好，这个笔尖没有深色，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层次不够，那也没关系啊，也没有关系。好，这里直接来2个大花瓣，直接来2个大花瓣。那你看一下这里，这边我们再来一个，来补充颜色，先调这个藤黄。现在我们颜色基本上调的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才行。调满整个笔肚，而且要这种大的笔才行啊，笔大才行。好，直接来一个这种花瓣。
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花瓣怎么走，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走啊？是这个缺口直接留这个缺口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反瓣，还是变成一个正瓣？这个是有看我们自己。来，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两笔来组成的这一个花瓣，那它就是一个正面的花瓣，反过来的这种花瓣啊，可以带一点点勾，带一点点勾，它会更加有姿态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朵花哪里需要加花瓣，哪里需要加花瓣。到最后就很关键，我们前面画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去看啊，不管它的花型啊，不管它的花型是怎样的，但是到最后我们就要看它的看花型了。来，我们有些地方回一下笔啊。好，补充颜色。我看一下这一笔的话，我们再来大一点，这个花瓣的话可以再来大一点点啊。来看一下怎么加怎么补。怎么加怎么补呢？先来一个反瓣先。哎，来了反瓣之后，我们来正瓣的时候颜色要有区别啊，就不要都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就看不出来了。好，直接补出来，然后这个深的这个缺口里面，我们直接用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把它填上就好了。来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不均衡的话，我们把这里把它均衡一下，这个颜色把它均衡一下。好，回一下笔了之后，来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。那么补充下面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颜色可以深一点点哈，可以加多一点点胭脂，补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笔。来，这里可以，哎，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然后这个花瓣可以直接出来一点，没有均匀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去均衡一下。来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个花瓣。好，在这里补充一个花瓣。笔上太干了，笔上太干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水分。今天有底色啊，就上面这些反瓣呀，还有都有底色，反瓣有底色。来，继续补充颜色。
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那这里有一点点平，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加。不加的话，我们这个缺口留在这里也是可以的，也可以加一点点哈。加一点点，加一个小瓣出来。补充一点胭脂啊，补充点胭脂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花瓣把它补深一点点啊，把这个花瓣先把它颜色把它均衡一下，从这里再出来一个啊，让它多一个层次，出来，或者多一个小的细节出来。颜色把它均衡一下啊，就不要让它颜色一下子不一样的颜色太明显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一点点啊，这里再来一点点啊，可以了，这朵花可以了，就这么着。大家觉得这朵花可以了吗？还回一下笔啊，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。好，把这些颜色也均衡一下，就是不要让它颜色相差太远了，就是不要让它这个颜色相差太远了。我们最后可以把它均衡一下这个颜色，把下面这一节的颜色均衡一下，让上面这一白的让它白出来，可以再加一次，也可以加一次。这个加了太白了，加了太白特别白，但是让它白出来也是可以的啊，让它白出来就让它白出来。那这朵花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好，我们来把这个花心的地方加上，把花心的地方用这个最深的颜色，就是这个胭脂和这个大红色。我们在最后再去调整一下，就最后调整一下，把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。最后还需要调整的地方，我们去调整一下。那像这些角落里面，想要它深的，我们更深一点。哇，这朵花可以，这朵花真的挺美的，真的是挺好看的。